这是唯一一部9个人看完10个吓哭的超大尺度惊悚电影，只因搬了新家，原本和睦的一家5口全部沦为互相残杀的恶徒。本片情节紧凑，反转出乎意料，直到结局仍无时无刻在震撼人心。故事开始便是高能，一家5口搬去新家，白天事事顺心，可到了深夜，隔壁却总会传来剁肉声。听着浑身汗毛倒立，无法入眠。男人本欲上前理论，可念在初来乍到，妻子不愿和邻居撕破脸皮，但忍一时却并未换来风平浪静。隔日清晨，一只动物尸体被挂在窗边，二女儿被吓得当场晕倒，好在并无大碍。然而等全家人从医院回来时，又发现隔壁邻居不仅霸占了他的车位，还压坏了儿子用来占车位的椅子。这下老姜再也忍不了了，他来到邻居家里讨要说法，可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浓烈的恶臭味。更震惊的是，整个院子里到处都是动物尸骸，一旁的假山上甚至还雕刻着几个狰狞的面孔，诡异的让老姜也脊背发凉。但为了让家人不再被其骚扰，还是壮着胆子敲响了房门。见迟迟无人回应，他便擅自推门进入，可房间里却更加惨不忍睹，地板上到处都是血迹，甚至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房梁上更是挂着数不清的动物尸体。就在他为此震惊之时，忽然被什么东西戳到了后背。见到活人，老姜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可男人阴冷的表情很快又让他毛骨悚然，说了句不要占自己的车位，便草草离开。本以为这样邻居便会有所收敛，谁知当晚熟悉的劈砍声却再次响起，气得老姜果断报警。不堪其扰的邻居们也纷纷站出来支持。此时那个人竟然换了一副嘴脸，点头哈腰的不断向邻居们道歉。老姜自然不愿就此善罢甘休，举报男人虐待动物，家里到处都是动物残骸。可跟随警方进去查看时，不仅院子的尸体莫名消失，就连房间里也是异常整洁。警方认为是织布机发出的声音打扰到了邻居，警告男人以后不要在半夜开工。저기요, 제가 낮에 분명히 봤어요. 닭이 죽어서 피가 막 뚝뚝 떨어져 있고 짐승을 껍질을 벗겨서 여기다 이렇게 매달아놨어. 尽管老姜极力向警方说明，但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警察甚至还让老姜以后没事不要乱报警。虽然很无奈，但此事也只能就此作罢。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，男人嘴角微微扬起，露出一丝诡笑。然而到了晚上，女儿正在睡觉，被子却被莫名拉开。起初他并没有在意，而是眼都没睁的拽回被子继续睡觉。然而下一秒，被子又被彻底拉走。女孩起身查看，却被一把扯住头发。亲生父亲正一脸怪异地看着她，下一秒竟又慢慢看向了她的下半身。好在父亲并没有其他过分的举动，而是慢慢离开了房间。女孩心有余悸地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，她不明白往日慈祥的父亲为何会变成这样。然而第二天一早，父亲又好像不记得昨晚的事情，还嬉皮笑脸地和她开玩笑。女孩没有挑明，而是气愤地起身离开。可平日里温柔贤惠的母亲，此时也出现了异常。吃饭时狼吞虎咽，毫无形象。儿子仅仅抱怨了一句今天的饭菜太咸，他便抓起食物拼命地往嘴里塞，剩下的还非要逼着儿子全部吃下。父亲安抚儿子说不吃也可以，母亲竟直接发疯似的打翻了饭菜。 어디서 반찬 투정이야? 내가 니들을 어떻게 먹이고 키웠는데? 이 나쁜 새끼야! 왜 그래? 可晚上老姜下班回家时，妻子又像个没事人一样看着电视哈哈大笑。他便试着询问妻子早上是怎么回事，哪料他却说自己一大早就出门了，根本没有给他们准备早餐。老姜以为妻子是在故意回避，便没有继续深究。殊不知妻子并没有撒谎，而且这里也早已不止他们一家5口。此时的姐姐正在洗澡，却总感觉有人在偷窥自己。 야, 너 왜 그래? 죽여버리라고. 昨晚还遭受父亲骚扰的二女儿，此刻竟也变得异常怪异。但是等姐姐换好衣服再去找她时，她不仅说自己一直在房里没出去，还把昨晚父亲拉她被子的事告诉了姐姐。大姐自然没有相信，还说她可能是做噩梦了。可妹妹又说早上的母亲也很奇怪，父母好像都跟着了魔似的。大姐听后也有所怀疑，毕竟母亲早上的怪状她也亲眼看到。就在这时，父亲忽然闯进房间。 两姐妹不敢相信亲生父亲竟然会这样骂他们。就在两人不知所措时，父亲竟然拿起一旁的美工刀向他们扑来。姐姐奋力将他推倒，可一出门，他竟然又出现在了身前。父亲二话不说，单手便把姐姐扔下了楼，重重摔在楼梯上，失去了意识。妹妹顾不上姐姐的安危，急忙跑下楼躲了起来。父亲很快又提着一把锤子找了过来，眼瞅着就要被发现。醒来的姐姐及时呼叫，这才又把父亲引回了楼上。
情急之下，妹妹操起平底锅打在父亲脸上，但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。下一秒，父亲的铁榔头便狠狠招呼了上来。楼下竟然又传来另一个父亲的声音，眼前的父亲见状便停下动作，然后转身进入了身后的房间。随后老姜从楼下上来，看着依旧瑟瑟发抖的两个女儿，老姜正疑惑，忽然踩到了地上的锤子，再看看门上被砸出的洞，他上前质问两姐妹刚才是不是打架，却还没意识到两个女儿害怕的就是他这个父亲。忽然出现的儿子打破了僵局，老姜正试图解释眼前的情况，两个姐姐却小声的让弟弟赶紧回去。这时锤子忽然被人捡起，原来是母亲也听到动静赶来，她二话不说举锤砸向老姜。为了保护孩子，老姜挨了好几个铁锤，最终忍无可忍推开妻子，庆幸他没有继续攻击。可往日里弱不禁风的妻子，此刻踩到玻璃碎片却毫无感觉。可他刚走进房间，另一个妻子又从楼下走了上来，老姜十分不解。可等他推开那扇房门，先前进来的妻子早已不知所踪，而那把锤子却还在。此刻的老姜终于意识到家里是招惹了什么脏东西，并且多半和他们的邻居有关。好在他有个做神父的亲弟弟，当时便打电话向小姜求助。听了老姜描述的怪事后，小姜认为家里是进入了一个可以随意幻化的恶魔，建议晚上所有人睡在一起，防止恶魔幻化成他们的样貌来伤害他们。随后小姜准备独身前往邻居家查看，可刚到门口就阴风四起，房间里也如老姜看到的一样尸骸遍地，唯独那个邻居变成了一具腐烂的尸体。看着地上的照片，小姜基本猜到这里发生了什么，一家子被恶魔控制着相互残杀，最后变成男人的样子来祸害邻居，看魔力好像还不是自己能独立应付的那种。回去后，小姜和哥哥一家都睡在客厅里，三弟突然想要去上厕所，可他前脚刚走，另一个三弟就随之出现，拿着把刀子在小姜额头上来回比划，但他有神明护体，恶魔始终伤不到他，只得悻悻离开。下一秒，小姜便睁开了眼，原来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，并且还用摄像头记录下了整个过程。这回所有人都相信家里进入了恶魔，小姜决定进行驱魔，因为担心自己无法完成，所以他联系了国外的教友前来协助，教友也爽快地答应今晚便能赶到。他安排二妹去地下仓库寻找十字架，暂时震慑恶魔，自己则要去机场接教友。临走时，他告诉老姜，大女儿就是恶魔所变，因为早上他往所有人的水杯里加入了圣水，唯独大女儿没有喝。他让老姜在自己回来前好好看着大女儿，可他前脚刚走，身处仓库的二女儿就发生了意外。而老姜只顾着盯着大女儿，见她执意要出门，甚至不惜将其打晕，最后不顾妻子的阻拦，将大女儿绑在床上。而另一边的小姜虽然接到了教友，中途却遭遇大批乌鸦袭击，但在别人眼中只是他们的汽车在横冲直撞，最后不慎冲出道路发生车祸。小姜担心哥哥一家安危，来不及救出教友，便匆忙地赶了回去。왜 그런 거야? 그리고 다들 사람들은 오다가 사고가 났어. 나만 겨우 여기로 온 거라고. 眼看大女儿已经被哥哥绑好，小姜也只能被迫独自驱魔。首先将圣水洒在大女儿身上，接着用藤条不断抽打。母亲看不下去，上前阻止，老姜却怀疑妻子是被恶魔控制，一把将她推到墙上撞晕。然而再一转头，却看到弟弟脸上竟然露出了一副阴谋得逞的表情。原来真正的小姜还在车祸现场昏迷，老姜眼前的弟弟则是恶魔幻化而成。他让儿子赶紧逃走，自己则义无反顾地冲向了这个恶魔，可奈何根本不是对手。好在儿子听话地逃走了，恶魔也没有第一时间去追，而是捡起一个碎片就要杀死老姜。关键时刻，一段圣经传来。 교만한 눈과 거짓된 혀에 속지 않게 하시고 무죄한 자의 피를 흘리는 손을 자르고 발을 끊어 악으로부터 구원하소서. 주님 몰아내주소서. 真正的弟弟终于赶了回来，恶魔也暂时被他的咒语击退。随后两人去仓库寻找小儿子，却在炉子里发现了被烧死的二女儿。然而不等他们悲伤，满身伤痕的大女儿又出现了。她质问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对她。老姜一脸愧疚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可一旁的小姜却用圣经逼出了他的原型。原来这个大女儿又是恶魔所变，但这次恶魔没有逃走，而是主动与小姜进行斗法。准备充足的恶魔果然要比小姜强大，分分钟就把他按在地上摩擦。老姜见状自然不能袖手旁观，他从旁边的箱子里找出封存已久的圣水，全部都洒到了恶魔身上。恶魔一时间痛苦无比，小姜也因此脱离险境。但他深知自己不是恶魔的对手，他摘下护身的十字架向圣主祈祷，把恶魔封禁在了自己体内。但顷刻间又被恶魔控制，
最终他凭借意志夺回身体，一把敲断十字架，借助哥哥已死殉道，恶魔也随之被彻底消灭。影片的最后，老姜带着儿子走出地下室，妻子和大女儿也都侥幸存活。看着相拥的三人，老姜依旧是悲痛欲绝。他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弟弟，以及一个可爱的女儿。